美艳小护士像往常一样来医院上班，可刚走到楼下，却听到一阵阵诡异的惨叫声，这瞬间让他意识到出大事了，于是立刻跑到了2楼查看。可不看不知道，只见一名满身鲜血的护士一脸惊恐地从产房跑出来，还不等他上前询问，主治医生竟也神色慌张地跑出房间，示意他赶紧离开，生怕手术室的大头怪婴出来伤人。起初他并没意识到事情的危险性，可没想到不久就来了大批的警察，很快就将医院封锁起来。更奇怪的是，警戒线竟然用的是黑狗血抛过的红绳。紧接着，医院就来了一群神秘的黑衣人。可等他们刚刚进入产房查看时，就被眼前的东西吓傻了，不敢耽误。他们立刻安排了一个巨大的铁笼，把那个东西装进铁笼后，还用黑布死死地裹住，似乎里面关着一个十分恐怖的东西。自从这件事后，所有见过怪物的医生和护士都离奇失踪了，直到现在，没人知道那个铁笼子里到底关着什么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里面绝非正常人类。时间一晃来到了20年后，直到一档名为恐怖热线的节目播出，才让当年关于大头怪婴的事件再次进入大众视野。这天，一个名叫克里斯的观众告诉节目组，事件发生的那年，自己正在上3年级。那天和几个小伙伴踢球时，不小心竟把球踢飞了球场，然后就滚到了学校后山下面。当时他也没有在意，直接就冲下去准备捡球，结果发现足球滚进了一个铁丝网围住的房子里。为了捡回足球，他想都没想，直接钻了进去。可还不到1分钟，他就哭喊着跑了回去，然后直接躲进了楼梯间，瑟瑟发抖，嘴里还一直念叨着说有可怕的东西，并且那个东西有个非常巨大的头，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眼睛。得知这件事的校长立刻重视了起来，为了搞清真相，孩子们带着校长来到了后山，找到了刚刚那个房子。可谁知，就当校长打开门的一瞬间，眼前的一幕直接成为了他一辈子的噩梦。而从那天起，校长就大病一场，变得精神失常，甚至成为了生活无法自理的植物人。就在主持人接着询问后来的事情时，可电话却突然挂断了。没想到节目一经播出，直接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好奇。节目组为了将热度一直炒作下去，决定立刻去查询当年校长的资料，准备当面找到校长了解情况。可校长此时已经是个植物人了，根本就无法开口说话。得知对方是来了解当年怪物的事情，女儿瞬间想起前几天有7个当年的学生来看望过校长，而其中一个学生刚好就叫克里斯。到了午夜12点，节目组再次开播，没想到那个叫克里斯的男人又打来了电话。喂 ，Chris。节目组立刻专注地准备录音，一个诡异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，紧接着2个主持人就被吓得亚麻呆住了，随即惊慌失措地关掉了直播。同事见状，立刻冲进直播间。我覺得頭先我哋附近多咗個人啊！為了查詢真相，他們立刻翻看剛剛的錄像，可讓他們沒想到的是，錄像裡竟然真的多了一個人臉，眾人的腦袋瞬間都炸了。為了弄清這個人到底是誰，第2天他們找來了校長女兒，女兒一眼便認出此人，原來他就是克里斯。更詭異的是，早上明明還看見他去找了自己父親，預感到大事不妙。阿珍立刻趕回了醫院，可病房裡空空蕩蕩，除了自己父親，早已沒有了任何人的身影。就在阿珍走到床前，父親仿佛看見了什麼可怕的東西一樣，一把死死抓住了他的胳膊，最後在阿珍一臉恐懼的目光下，逐漸停止了呼吸。校長的離奇死亡讓整個事情變得更加詭異。為了調查當年他們到底看到了什麼，欄目組馬不停蹄地來到學校圖書館，翻看當年的資料。很快他們就找到了20年前的花名冊，而上面剛好記錄着那7個學生的所有信息。接着在學校報社裡尋找到了當年的報紙，可恐怖的是，上面竟然寫着除了克里斯，其他6個學生都在一個廢棄工廠集體自殺了。看到這裡，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間貫穿全身，因為那幾個學生前幾天還去見過校長。正在眾人困惑時，一團詭異的火焰緩緩飄來。看来这肯定是某个恶灵想要阻止他们继续调查，无奈他们只好请来了当地有名的驱魔师前来做法。他们本以为只要不再继续调查，就不会再发生怪事，可没曾想，当天栏目组的摄影师就惊恐地打来求救电话。
接着将自己的位置告诉了同事。可听到摄影师此时正在当年6个孩子自杀的工厂时，两人瞬间脊背发凉。可为了解救摄影师，他们不得不冒雨赶往现场。可就在他们来到工厂门口时，却发现大门被人牢牢锁死，他们根本无法进入。无奈他们只好强行破门。可就当他们好不容易进去时，却根本没有发现摄影师的踪影。于是小何立刻拨打了摄影师的电话，可下一秒就发现满身是血的摄影师坐在墙边。更诡异的是，他的头顶还用鲜血画了一幅6个脑袋的大头怪婴画像。这一幕着实把众人吓尿了。可恐怖的事情还没结束，经过法医尸检得知，摄影师的死亡时间早已超过了12个小时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之前打求救电话的人到底是谁？摄影师的离世让小何伤心无比，而同事也感觉大头怪婴的事情远远没有想象的简单。可越是这样，小何就越想查出真相。为了彻底查清楚，小何第2天就前往了当年出事的医院，找到了当年看到那恐怖一幕的护士询问。得知小何是来调查大头怪婴的事情后，护士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。当年的事情是他这辈子都不敢回忆的噩梦。原来当年他只是一个实习护士，突然听到楼上诡异的惨叫，等上楼时却看到护士和主治医生全都浑身是血的逃了出来。很快大批的警察把医院包围起来，而产房里的怪物最后也被一个大铁笼子运了出去。从那天起，主治医生和护士都离奇消失了。可唔可以話俾我知大頭怪嬰出世嗰個產房喺邊？为了弄清楚大头怪婴的秘密，小何决定亲自去当年的产房调查。两人刚准备进入大头怪婴出生的产房时，摄影机却突然离奇的出现故障，无奈摄影师只好去车里重新拿一台。而小何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，竟然一个人独自走了进去。可不料刚刚走进房间，一股诡异的力量瞬间将他拉入到20年前的场景。就在小何被吓得惊慌失措时，摄影师终于赶了回来，这才让周围恢复了正常。由于这件事实在太过诡异，他们只好去找了当地神婆求助，想让神婆帮忙弄清大头怪婴的真相。好，你想知啊嘛？咁你就帶我去佢哋6個人死嘅地方嗰度，我幫你請佢上嚟。於是他们立刻带着神婆来到那个废弃工厂。神婆严肃地告诉众人，等会仪式开始时，千万不要睁开眼睛，否则将会发生不可挽回的事情。随后，神婆就跪在地上开始了仪式。不一会，小何突然感到周围似乎站满了人，可想起神婆的话，他们谁都不敢睁开眼睛。可越来越近的说话声，让他们还是没能忍住，睁开了眼睛。原来是当年那6个学生一直欺负大头怪婴，所以后来遭到了大头怪婴的报复，纷纷被邪祟附身，导致自尽身亡。而就在不久后，大头怪婴甚至孕育出了一个新的胚胎。看到眼前的场景，瞬间把同事吸引住。只见他一步一步朝着墙壁走去，神婆见状立刻大声阻止，可同事早已被对方控制。为了防止悲剧发生，神婆只好强行打断施法。虽然同事被救了下来，可神婆却瞬间被恶灵反噬丢掉了性命。到了第2天，警方一句话再次惊呆了小何，原来那个叫克里斯的男人早在3年前就死了，而警方目前也解释不了这个诡异的事情。为了小何的安全，警方建议小何立刻离开这座城市，不要再继续调查这件事了。可就在他们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，小何却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对方告诉他前几天自己看见过大头怪婴。那天他正和朋友在山上玩，结果身边突然走过一个红衣女人，更可怕的是，这个女人根本没有五官。接着身后的小房子就传来小孩的哭声，就在他转頭時，當場就嚇尿了。我見到係一隻，佢個頭好似垃圾籮咁大個，仲有佢身形點睇一個2、3歲靚仔嘅身形，佢頭巢晒皮㗎。為了弄清大頭怪嬰到底長什麼樣，小何還是選擇了去親眼看看，當即跟着對方的線索來到了那個山上。可就當他們走進房子裡面時，卻聞到了屋子裡濃濃的惡臭，但是卻沒發現大頭怪嬰的身影，只有一個巨大的鐵籠和一個飯盆。可就在這時，同事卻突然大叫，似乎看到了什麼可怕的東西。他們在倉皇逃跑時，卻迷失了方向，還沒來得及反應，只見一個沒有五官的紅衣女人緩緩朝他們走來。而隨着一聲慘叫，電影也在這時結束。影片揭示當年孩童用石頭砸死畸形嬰兒的真相，將恐怖源頭指向人性之惡，暗示歧視與暴力才是真正的怪物。好了，我是聽雨，這期作品就到這裡，下期我們不見不散。